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3位来宾。首先是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理事长黄基正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另外是新北市议员林炳佑，大家好。还有辅仁大学日文系教授何思胜老师。何荣，各位观众大家好。好，今天首先带着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在2026进到新的一年的前3天，中国大陆解放军发动了围台军演，而且这一次的军演呢是实弹演习。好，就在这个演习之后呢，两岸也因为这个军演一下子紧张了起来。解放军在2025年年底最后3天，突然宣布，从12月29号到31号，为期3天对台湾发动了叫做“正义使命2025”的军演。大家也在想说，新的一年才刚开始怎么就这么的不平静？但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就是委内瑞拉现在也传出了首都传出了爆炸声响，而且呢是根据法新社还有 CNN 这些外媒的报道，这个首都卡拉卡斯呢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有飞机飞过的声音路上的行人是惊慌的逃窜。我想先请教今天我们的黄介正老师先来帮我们短评一下，快速短评这个委内瑞拉目前的局势接下来您怎么看呢？川普动手了，美国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聚焦在自己的本土以及西半球，也就是整个美洲，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事情。是美国在委内瑞拉周边已经发生过许多小规模的冲突，但是是在委内瑞拉的境外尤其是拦截他们的所谓运毒船只。那么第三美军部署在委内瑞拉附近已经相当一段时间了，只是说会不会动武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就是台北时间周6下午大概2点多的时候，我们得到了新闻进来。就是好像首都卡拉卡斯有爆炸的声音。那么美国会不会接续的动手？那么就是非常的关键。因为虽然川普并没有说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或者是说他就是门罗主义的第2版，对，但是美国坚持要完全排除其他境外势力，就是西半球以外势力染指美洲是非常明确的。所以美国会不会对邻邦直接动武？用什么借口？然后他会多久？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判断的标准。OK， 好，两位老师等一下也会针对这个委内瑞拉的局势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真的可以说是2026才开年没几天，这个世界就非常的不平静。而在进到新年的前3天，刚刚特别提到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举行了围台军演。在军演结束之后，也立刻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发表新年谈话当中特别强调统一大势是不可阻挡之后，也看到比较软的那一面就是中国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宋涛在新的一年2026 1月2号，他发表了一个名叫这个携手奋进共创福祉的新年内容全文总共是大概有2000多字。宋涛在这个文告当中呢，宣称围台军演是为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的基础上，与台湾各政党还有各界针对两岸关系还有国家统一展开对话协商。继续请教黄老师，怎么看这次的军演？这次的军演总的来讲最大的主旋律，我个人认为是传达政治讯号。第一个，这个演习的时间相对比较短虽然它有干扰到国际民用航空跟这个国际海运的航线，但时间非常短，所以应该是精准计算过的，就是也就是不招惹大规模的国际的反应的前提之下，精准的传达讯息，而这个讯息的主旋律就是拒绝外部干涉台海事务。对，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另外就是演示了一些它的新的武器装备，那么对台湾非常有针对性，比如说远火对于我们临海及毗邻区旁边的射击，那我觉得是针对所谓发展台湾之盾这些概念、防空概念
是有影响。另外一个就是针对美国对台军售，因为美国新宣布的对台军售的品项，如果全部如期如职到台湾也训练好成军以后，对于现阶段中国大陆对台可以使用的武装的手段，对，很可能会有一些抵制的作用，或者是对抗的作用。那么，所以再加上这个高市早苗的这个台湾有事的言论，所以我觉得主旋律是那个。另外一方面，当然也传达讯息给台湾，也就是说，这个统跟独和跟战再一次的向台湾传达讯息。对，但是硬后变成软了啊。这个谈话，共产党基本上都是讲辩证统一的，所以我们过去听过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我们也有听过这以我们的两手来应付敌人的两手，所以能软能硬哦。对中国大陆自己的本身共产党干部也是能上能下，所以他保持了自己的弹性，另外也辩证统一。我个人认为，现在大陆的趋势也许我们听众朋友，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不愿意听。过去是两岸如何处理双边人民往来的关系，现在看起来就是我用以武逼谈来对付你的以武拒统是那么或者是以台制华，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看起来就是不许独变成只能统。就是这次的这个军演我刚刚特别提到说是除了围台以外，你也可以发现它比上一次或是之前的又在收紧了。围台之外还是实弹的演习当然这个黄老师特别提到说，它其实在释放出了非常多的信号，而且不只是对台湾，也对日本，也对美国，甚至是不是有可能是一石多鸟之计包括了菲律宾，包括了像是 Quad， 也看到他们立刻的去做了一些对话，那来如何去因应。这次军演我们回顾一下解放军向台湾发射了27枚射程最远可以达到300公里的 PCH-191火箭这个落弹区呢散落在这个台湾24海里线的周边。另外这次也看到有11艘中国大陆的海军舰艇以及8艘海警船都进入到距离台湾海岸24海里的范围。纽约时报呢因此就提出他们的分析，他们表示呢，解放军设立了多个禁航区这个用意是在阻断日本自卫队或者是驻日美军向台湾推进，要传递的刚才黄老师提到的这个信号是什么呢？阻截外部力量的一个姿态简单来讲，白话文就是警告美日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你不要介入。好，所以怎么看这个刚刚延续黄老师提到的，对于多方所传递的信号，明佑？其实最主要这一次就是中国在做的这个解放军他们的演习里面几个项目，其实我觉得控制的很比较精准的点，就是说他把24海里线这个画得很清楚，包含他的基建，包含他的这个所谓的火箭弹都在这个范围内。其实他要表示说我能控制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我只要再多进一步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反应得过来？这个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这场演习它不是一个立场性的演习，不是年度立场性演习，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赶快把它的这个部队动员起来。很长，我们讲这个以训转战的这个东西这个过程当中，它是让真正其他周边国家感受到这个压力。再来就是你们能不能在这个情况之下做出正确的反应？我觉得在这一次的演习过程当中，台湾这边要比较注意的就是说基建的部分，我觉得比较没那么担心，是因为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般讲作战，你会整个序列。如果说他只是就这几艘船过来，他后面没有更多的梯队要陆陆续续的靠近施压的话，那我觉得好，那就定位在一个演习的情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远火这一块，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就是分成是2支部队，在演习宣布开始之后，好配合着他们这个所谓的宣传系统就把这个影片放出来，告诉你说我有这2支部队，然后再实施这个远火的这个打击的这个训练，然后发射火箭弹的画面你也看得到。那当然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一定程度的掌握，但是这个掌握其实你只是一个战术的情报，其实对一般民众来讲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要讲的一个关键是，它其实演给真正内行的人看的啦。也就是说，美国、日本，你如果在介入的时候，当我中国划出这个禁限制的区域的时候，我是能够真的做到禁限制的行为。那你的反应是什么？所以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演习里面在谈的
到底是主要目的是，他是要回应这个对台的军售，还是回应这个日本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众说纷纭，但是我比较倾向它就是一个综合性，就是好，我的这个分数。这个东西我要回应到什么程度？要什么程度？一件、2件、3件，最后确定，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是要启动一个整个的演习，而且是完整的演习。那你怎么看这个各方的反应，特别是美日两国的反应哈？我觉得其实还蛮冷静，就是它相对低调的原因当然有几个啦哈，譬如说这个川普他4月份要去见习近平，所以他在这件事情上他还没有主动提出，他是在记者会上被记者询问的时候，他提出来我觉得他就比较轻描淡写，对，他就一票轻描淡写。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符合他现在的期待，因为他现在重心，刚刚我们提到的，你看他假如在委内瑞拉，他有一个比较即刻的行动的话，他的注意力一定不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必须淡化那个地方可能的威胁。这个是对我觉得对全球的伙伴来讲有一个必要性的一个表态。那当然，日本它是透过外务省的发言嘛，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低调的各自的行为去做一个回应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确他可能得到他的答案，就是美日如果在这种极短的压缩的时间之下能够做出来反应，或许就是他这一次演习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所以你是说，像我们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美军这次特别在委内瑞拉突然就采取了一个要攻击哈。当然现在我们得到的资讯有限，大家要凸显的是说美军的机动性很高，是这个意思。对，美军的机动性很高，是因为它跟委内瑞拉相比较，它是军事上的悬殊的这个实力。但是在台湾的这个当面，其实他也有人很讲说，台湾跟这个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一个相当的差异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个关键是中国有能力在短时间压缩去这么短的时间去铺陈出或者说演完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那美日却没办法提出所谓的真正具体的反应，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外交的辞令有。但是实际上具体的行动我们是看不到，不像上一次裴洛西的时候，日本还能发布说我有监控的这些所谓的报告，这次是相对是没有的情况之下，那当然我觉得中国或许他就能够确认，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做的准备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你是没有能力回应的。对，因为这次的大陆举行的这个军演哈，当然这个事后的分析有很多，也在特别凸显的是说，在测试各方的反应啊。我看到何老师也特别有一篇文章，特别就讲到了说，这个美日相对来说，哈，这看起来都是比较延迟性的反应啊，包括像美方很低调，日方更低调。那说到日方呢，这个日本产经新闻也指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我就特别想请教你。他说，中国大陆这次虽然在台湾本岛北部以及南部海域进行长程火箭弹的测试射击，那并没有发射任何的弹道飞弹。而日本防卫省官员认为呢，中方这次划定的演习区比上次更贴近台湾，所以研判中方可能是要刻意避免刺激日本，因为中方可能担心呢，之前因为战机这个雷达照射的火控雷达照射的这个事情啊，恶化了日中关系，所以呢，这一次的对台军演呢，再继续僵持下去的话，对北京来讲是没有任何好处啊。我要问的是，日本媒体怎么会有这样的解读哈？因为也有分析认为是自我安慰也好，还是真的有其本呢？这个报道我们把它倒过来看，大概就正确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事实了。就是说，这报道就蛮好玩。他认为说，现在的中日关系的恶化，是因为那个这之前解放军对不对，跟日本的这个自卫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这雷达照射的事件所造成的，是吗？我想这个我们研究中日关系的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你11月7号你的首相在国会的这个发言嘛，这是源头。对啊，这是源头嘛，你怎么会说是解放军去照射你这个航空自卫队是这件事情造成的？这显然这个就是就是说他这篇报道啊，我觉得说把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在这次的一个围台军演哈，它事实上围台军演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第一次就是说这个当时佩洛西这个到台湾来之后，他第一次的围台军演，对不对？他有把这个台湾跟这个就日本最接近的那个叫 Sakishima Shodo 叫仙岛群岛，就是我们国人很喜欢去的石垣岛那地方哈，那个把它列入那个演习区，然后有划定一条线，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有这个就是说试射的这个导弹落在日本所谓的 EEZ， 不过那个日本他当时讲的这个 EEZ， 这个是我们台湾跟日本的重叠水域啦。那个就是说那个地方基本上这个在我们中华民国来讲的话，那个是我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不过就是说在那一次之后，基本上这个几次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围台军演哈，它都在这个台湾的东北角那地方去开个缝。
那就是说，让这样的一个围台军演，基本上这个并不去影响到这个日本哈。那当然，那个时候，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从这个中日关系来看，那时候是往好的这样的一个这方向在走了哈，跟现在的这个中日关系不一样哈。但是是不是意味就是说，这北京怕了哈？怕说这个中日关系如果再继续恶化，对他不好？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报道基本上就是讲反了哈，他是说反话。这个就是说，现在基本上就是说，高市也比较希望能够这个跟北京来管控这样一个这个日中关系的一个恶化的一个趋势哈，而且希望能够这个重拾对话。他现在还拼命的跟北京喊话说，我们当时讲好的我们在这个南韩的这个首脑会谈的时候，你还答应我，对不对？想办法要缓和局势。这个就是说，他还说习近平这个我们当时讲好就是要去就是说继续推进这个战略的互惠关系，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哈？这蛮好玩的。但没有办法，因为中方现在就是一句话敷衍。对啊，你只要敷衍，那就是说高市早苗基本上他是希望就是说能够再让中日关系回到就是说从这个岸田文雄一直到这个石破所走的这样的一个就持续改善的这个方向上面来哈。那不过我们都知道问题的源头在高市自己的那个发言。所以老师觉得最后要解决这个问题的终极方案是什么？高市道歉还是这样？当然，这高市不会道歉哈。那这个，我认为在高市的这个任内哈，这个整个日中关系要回到就是说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首脑的一个对话，那个几率是极低啦。虽然高市到现在并不放弃，就是说今年的中日韩如果有中日韩峰会的话，日本是主场。不过这一场中日韩峰会这个北京已经这个说李强不会去了，所以今年的中日韩峰会基本上是不会成型。不过你看人家首尔很聪明哈，首尔讲说那这个中日韩峰会没了哈，可是我跟你很好啊，对不对？李在明要去访问这个，先中后日嘛，对啊，就是李在明基本上蓝湖啦。对不对？他这个就说好吧，那我们不到日本见，那我去北京跟你见。是。那人家在北京说行啊，欢迎你来啊，对不对？所以这里面事实上我们真的就是嗅不到任何的一丝丝的一咪咪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就是像这个日本讲的说，这一次这个就是说是为了要考量中日关系不再恶化，反而我认为这一次中国大陆基本上就是说我把它这个就是海空域的这样的一个风控，对不对？然后我留一个缝，这里面告诉东京。你讲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不是一个必然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真的就是说台湾有事的时候，我可以做到台湾有事，日本没事。当然这里面就看说，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你日本要不要自己跳出来，对不对？没事找事。所以就看日方到时候怎么决定了。对啊，这就是一个动作，就是说这个我用这样子来告诉你，对不对？我到时候处理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万不得已我要用武力的方式的时候，我是可以让你日本这个可以开出条缝，而且如果说你要撤侨，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缝去撤啊。对啊，所以结论就是产经的解读或许过度的乐观了哈。那在开年才这么几天呢，你就发现还真不平静。等一下回到寰宇全世界，要带您看的另外一件事情，普丁的官邸被炸了，但现在被怀疑会不会是假旗行动？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欢迎继续回到寰宇全世界。俄罗斯总统普丁呢，最近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他特别在这场通话当中指控乌克兰，说乌克兰出动了91架无人机袭击普丁在诺夫哥罗德的官邸，此事真的是非同小可哈。所以因此呢，这个川普在第一时间曾经表示，听到的时候很愤怒啊，并且直言说我不喜欢这样，因为这样的话会打破了俄乌现在是要往和谈的方向啊这样的一个进度。可这个案情呢，现在出现最新的逆转啊。先是 CIA 的局长叫雷特克夫，他向川普简报说 CIA 的研判啊，这个乌克兰并没有攻击普丁的官邸。接下来就看到了川普在跨年当天，他发文特别转发这个《纽约邮报》的社论啊。这社论是这样写的，标题是说普丁拿遇袭说事，暴露俄罗斯才是和平的绊脚石。所以现在普丁官邸遇袭的事件呢，
有人也认为是假旗行动，但不管如何，目前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乌克兰也好，甚至包括会不会是美方也好，就是有一方是不希望这个俄乌的和谈顺利达成。好，所以整场事件呢，现在陷到了一个罗生门，各说各话。那如果从动机跟目的来研判的话，黄老师你怎么看哈？这个现在是一定是有人是不希望俄乌的和谈是顺利的嘛？这个和谈不顺利啊，那可能是对于俄乌战事中间有利的一方啊，因为不然有利的一方可能觉得自己还可以拿到更多，可以有更好的条件。各位观众朋友，再过50天呢，俄乌战争就打了4年了，目前看不出有可以很快可以解决的方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一再的坚持不可以割让领土，目前看起来至少在嘴巴上面没有妥协的余地。那么俄罗斯呢，它在军事上，在乌克兰境内，它是攻势比较明确啊，然后比较占上风的。是。那占上风的要不要现在接受和谈？那就是和谈后的条件是什么？当然，它的主导权会比乌克兰要稍微多一点。第三个就是用91架无人机去打它的官邸，去搞斩首行动。那么除了对这个，如果是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和谈的几率就更低了。那么是不是普京自导自演的一个假旗行动？就所有的逻辑正常理性的来讲，乌克兰没有发动或者用91架无人机去攻击这个普京的必要性。那么因为打完了以后，如果真的成功，如果真的是如此的话，那也未必能够改善俄乌战争的整个局面。对，所以我们如果用消序法来看的话，就是美、乌、俄3个国家哈，特别您刚刚点到，如果从一个和谈如果不顺，对哪一方最有利的这个角度来看，对，因为对不对？其实川普确实在俄乌战争上面花的精神是比其他的国际事务要多，他希望赶快促成。对，那么而且他的这个谈判首席代表外加他的女婿，有没有等于是风尘仆仆到处去做？所以也看不出来美国在从中破坏导演的这件事情。所以正常逻辑来看的话，那个假旗行动或者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几率比较高，想要去创造一个更僵持的一个环境啊，包括国内对普京的支持，包括这个普京拒绝和平谈判的更多的理由。对，而且其实普丁在之前的外电报道也说，他已经对泽伦斯基下达了追杀令哈，就算将来和谈成了，他也说我追杀到天涯海角。那泽伦斯基听了，你如果是泽伦斯基的话，你一定想说，哇，我躲到哪里可能都会被俄罗斯的这个特务人员给干掉哈。好，那拉回到俄乌的战场上，现在的战场态势确实也是俄方非常的有利哈。乌克兰的官员在1月2号就指出呢，由于俄罗斯军队持续的推进，所以乌克兰呢已经下令将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前线地区总共有3000名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撤离这个地方。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就分析，认为俄军在2025年全力夺取顿内茨克州剩下来的部分，以及呢在苏梅州、哈尔科夫州北部建立了缓冲区作为首要的任务。可是到2025结束前都没有办法完全的实现这些目标。所以那当然接下来会不会就是2026继续的往这个战略目标来推进？整个2026的战场上的趋势，刚刚黄老师也特别提到了，再过50天左右，这个2月26就是要满4周年了哈。这个仗打得太久了，你又怎么看？从2月26号就是4年前了哈，这个开打的时候，其实俄军的做法到现在其实一直都一样啊。其实他们就是南线跟北线，也就是说所谓的以这个以顿内茨克苏梅这个地方算北部嘛，还有哈尔科夫这第3大城为目标的北部战线，跟南部战线就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这一个地带。那现在其实因为整个战场非常的广袤，而且双方的坦白讲就是以
这个所谓的损失的人数来看，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消息都在讲说，不管是乌俄双方都在采取新的征兵的作为，也就是他们人力其实已经无法去真正的控制住两个战线的可能性，所以在很多整个作战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他南北不断的去转换重点的原因，也是因为他们想要找到突破口，想要造成这个所谓的大范围的控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现象。也就是两个国家来讲都是一样面临一样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在讲乌俄谈判的时候，里面的关键就是乌克兰它其实要退让出它无法控制的领土，其实大部分谈的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乌东两省的部分哈，其实应该会这个关键就是乌克兰很难全身而退，说我不割让任何的土地。真正的关键就在于，即便短期的情况之下，乌克兰可以把这边的占领的这个所谓的俄军给驱逐，可是他是没有能力长期稳定的控制，因为整个两国接壤的这个战线实在太广袤了哈。他只要像譬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所谓的在另外一边这所谓的扎波罗热跟第聂伯罗这边的前线地区还要撤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的部队守住了北边。我南边就出现空防了，我南边的这个地方就是部队就不够去守护这个我们一般的这个民众的城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都说它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就是你乌克兰总是要确认就是我的实力我还是不如，不要说实力，就是说在军事上他当然得到了很多这么重大的成果。我认为以乌克兰这么小的国家，它相较于这个俄罗斯是一个小的国家，军事小国，它能够达到这样子，我认为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很多人说他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情况，对，的确战争都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他能够坚持至今，他要结束战争，他就去痛下决心，就是我真的如果控制不了的范围，我无法给人民保障承诺的这个范围，我可能就得割让出去。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泽伦斯基讲的这个所谓的10%。而且现在关键就是你刚刚提到的前线的兵力是不足的问题。对，今天你调到北部、南部就缺了嘛。对，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流动，就是说调来调去，其实你就剩这些人而已了哈。所以我才会说。不管怎样，俄军其实也一样的情况，但是对他来讲，因为乌东两省他已经有一个稳定的，他有去实施行政的一个过程了哈，他甚至在里面还有发动人民的公投，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乌克兰如果能够有一个政治的说法，或者说借由这个所谓的和平谈判的情况之下，把这个所谓的控制范围，跟俄罗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结论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大概是。现在真正能所谓走完这个最后90%的这个10%行白路半90%这10%去把它确定下来之后，我认为对这个战事结束会比较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而且我们常常讲说，军事跟外交两个方面来看的话，在军事上面其实对乌方现在是极其不利所以才会赶快的撤离。外交上面也是啊，这个美国提出了15年的安全保证，但是15年的细节到底是什么？本来原先这个乌克兰希望能够争取30到50年，但是就是谈不到嘛，就没有筹码嘛。那现在也看到了俄罗斯的威胁呢，其实不只是乌克兰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这张让大家知道一下俄罗斯它周边的国家，因为特别要点到是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还有包括波兰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位置因为呢，波兰的国防部次长他最近就表示说这个要斥资20亿欧元在东部建构一套全新的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预计在24个月之内要完工。好，先来看他们的相关位置，因为俄罗斯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接壤的地方乌克兰在这边，俄罗斯这个地方是俄罗斯的飞地为什么大家会提到飞地加里宁格勒？因为现在包括了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也是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这3个国家都非常的担心俄罗斯的威胁因为不只是俄罗斯你看南边立陶宛还要担心的是白俄罗斯，波兰也是，波兰呢因为邻近非常的近，所以它当然的威胁感就比起西欧的像德国啦，甚至包括英国啦、法国啦，当然威胁感就更重好，那所以呢，讲到了除了反无人机这个防御工事以外呢，波兰现在也在跟就是跟刚刚白俄罗斯还有呢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这些接壤的边境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来建立一个什么呢？要修筑代号叫做东方之盾的实体防御工事。那像在刚刚提到的3小国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他们也在积极建立这个167国际干道波罗的海之路。这条路呢是从波兰经由直通波罗的海3国，同时临近这个苏瓦乌基走廊，被北约。认为是可能在这个冲突当中会就是未来的冲突可能会变成关键瓶颈的战略地带。陆老师，我请教因为现在大家在想是
俄罗斯也许有能力，可是俄罗斯的动机在哪里啊？我要特别问的就是，普丁会决定真的要对北约东移，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真正会下手的主要考量是什么呢？当然，如果这一次的这个乌东的一个战事哈，俄罗斯可以拿到这个他的一个战果哈，换句话说就是这个把乌东给拿下来，然后也确保了早就已经在他手上的克里米亚。那先取得这个黑海，因为我们都知道整个苏联解体之后，对不对？然后这俄罗斯基本上它等于这个它的海权就被断掉了，因为它有2个地方，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黑海，另外一个就是波罗的海哈。那当然，它黑海就透过这一场的乌东战是他已经取得了这个黑海的一个控制权，换句话说，他可以重出黑海。这以前是这个苏联的这个海军的一个重镇嘛，都摆在这边嘛。当然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波罗的海3小国，这个他所扼住的这个俄罗斯往这个波罗的海走的这样的一个通路。不过，如果是普丁这个他继续乘胜追击的话，这个他可能会犯了这个就是说在外交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错误了。那这个就是说会坐实了整个这个就是说。现在整个北约所指控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在整个乌东地区，这国际社会看这个整个俄罗斯的这样的一个侵略，你们用的是绥靖政策，那只不过是 encourage 他这个继续的在欧洲去做这个扩张。那我想这个对普丁来讲的话，哈，他经过这4年的一个损耗，哈，他虽然拿下了这个他战场上面的成果，如果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公司来看的话，我认为这乌克兰这个要反攻整个乌东地区是有困难，因为它的这个除了南北战线这个它没办法首尾兼顾之外，还有一个它后勤几乎都被截断了。没错。那所以这个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他只不过是怎么样这个去创造自己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和谈条件，还有一个泽伦斯基如何的在这场战事结束之后，对不对？他能够有个这个栖身之处啊，因为他如果真的在这个就是说这个乌克兰在举行总统大选的话，那他也应该是会这个交出政权哈。OK， 那就是说现在的这场战事应该是会结束，说结束之后的这个俄罗斯哈会不会如这个一般的这个像很多欧洲的评论讲说他会乘胜，说这个普丁会食髓知味，乘胜追击。不过我们从普丁现在的一个这个做法上来看的话哈，我认为有一个国家才是紧张的哈，就是日本。为什么？因为你看就日本在这一次的这个2025年的年底，中国大陆在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正义之剑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之外，它北边的这个北方四岛，对不对？它马上这个从现在开始的2个月的时间，它几乎。俄罗斯它是埋锅造饭对不对？在那边这个他要去进行一个军事演，这是一个军事演习之外，这个基本上这也是一个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战略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宣示，就是俄罗斯这个除了在乌克兰这个地方，在黑海这个地方之外，他要再重新回到远东。对，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冷战之后，虽然我们讲这美国对不对重返亚洲，但基本上我们觉得这句话怪怪的这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这边啊，对不对？真的离开整个东亚的是俄罗斯吧？那俄罗斯现在如果他乌东这边他取得了他的一个成果之外，从普丁现在的一个军事布局的话，他要这个去加强他在整个这个等于是就是鄂霍次克海这边，就北方四岛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对这些岛屿的一个控制。这对日本来讲，他会陷入一个战略困境。为什么？就是说日本在这个过去我们看从近世以来，就是日本在江户时代，他最在意的一个威胁就是俄国。那这个俄国又回来了而且就是说，不止俄国回来了，它的南边的中国大陆给它的一个战略压力是越来越大。它在日本历史上，在近代的日本历史里面，它从来没有遇过的首尾两端同时受敌，而且这2个敌是很大的国家，而且都是核武大国对，所以这个才是日本的一个麻烦了。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讲现在最不想乌东战事停下来的国家是谁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高市早苗他才不希望你乌东战事停下，你最好把俄国困在你乌东。所以如果我们从俄罗斯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其实现在对于欧洲这边的压力的话，是希望透过军事上的威胁去创造自己在外交上谈判的空间。那何老师刚才点到一个重点，就是呢，其实现在要担心的恐怕不是欧洲这些国家，而应该是东亚的日本。马上回来。
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环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